那么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机子祥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线第二部，就09真人电影的亚洲限定腐虫。有的哥们儿们之前都叫它经典 3.0 腐虫，我是对这个东西不太扯得清楚，我就知道那个经典 3.0 的热点跟这个腐虫确实是一个包装，或者说他们这几个哥们儿的包装长得跟电影2的玩具包装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这是我的个人印象，有懂哥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。那这个角色呢，我是默认把它放到真人电影线里了。今天想起来评测它呢，纯属是抬头一看，柜子里有一个神秘小凸起，一拽，哦，原来是你，我亲爱的腐虫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这个模具，喜欢到它原本有2个紫色的那个机枪的配件，不知道给我玩到哪里去了，我操，到现在都没找到，挺可惜的。那个配件的话，我就直接贴张图片贴到这个视频里了，大概长这个样子挺长的。这一战还是2战的那种机枪说不清楚，反正就加特林吧，管他海德堡从哪儿搞的建模呢。这个配件的话，人形也没什么好用的，主要是载具用的多一点。那造型方面的话，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的这么一个玩具造型对了，在正式介绍这个腐虫的玩具之前，我要说一下，正在观看本期视频的观众朋友们，不管你是否对这个玩具在看过我的视频之后，或者在未来起兴趣准备购买或者冲刺的时候，请注意不要购买这一款视频中出现的这个配色的亚洲限定的腐虫，因为它有盗版，而且它现在的价格涨到了该死的200到300块钱，非常的贵。我宁愿你加点钱300多去买海龙，要么不买，要么就买海龙，因为海龙没有盗版。就记住兄弟，不要买这个腐虫就对了。管他那个人说我这个真是正版的把这个把什么正版证据贴上来的，你就听我的兄弟，避免纠纷，直接不买，因为它的盗版实在是太多了。就我手里的这个就是他妈一个盗版，当年卖70包邮合说权，然后这个价但卖了4、5年吧，前2年突然这个模具就涨起来，可以理解，这么优秀的玩具不涨价有点不太说得过去的。那说到这个优秀直接跟大家挑明了说，你知道吧，这个玩具的优点就是造型。就这么奇葩的造型，你在真人电影线能见过几个是吧？虽然说这个角色在电影里面没有出场，我不知道漫画里有没有，但是吧？先不说等一下变形的那个诡异的飞机，就单这个人形，哇，就已经新颖的不得了。就这个人形造型一下子就弥补了他在很多上的缺点，就这么新锐的造型，看一眼就觉得我靠，我真的想买了，我真有兴趣了，说是。那这个造型这一块呢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手臂这里，它是这么一个造型，一个很诡异的手臂结构这里延伸下来延出来一个拳头，非常的丑陋尤其是当你2个拳头都这样正常摆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一个这么个玩意儿，可以说极度的残疾和诡异。所以我个人的话，既然它造型这么极端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极端到底喽。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一撸到底，直接把这个螺旋桨当做手臂上的武器，就默认它没拳头，一下子就觉得帅的不行。那除去这个造型的设计之外呢，它的材质特别好。就我在之前说过，就官方真人电影线有一个造型不太行还原度也不太行，但是材质特别好，好到我都已经推荐大家去购买的这个变3震荡波，这2个玩意儿材质半斤8两，都是特别优秀的材质。我虽然没有玩过正版的腐虫但这个盗版的腐虫材质已经好的皮爆了，就纯 KO 嘛，包装盒都 KO 了。我记得我那个 KO 上面还有膏药来的，只不过那个膏药印错字了，反正很神奇。这个盗版的事情我们之后再讲就关于膏药这个事情，我们之后可以专门直播的时候我出一期视频再讲。继续讲回玩具本身除去这个材质上的极度优秀和造型上的优点之外，玩法的话，你是正版你倒是有这么个玩法，就是这里你可以听到有这个齿轮声音非常好听，是螺旋桨。你按下这个零件之后，正常来说会转的，但这个盗版有通病，都转不了。有人说正版也有这个通病，我不知道，我看别人都正版都能转，然后我这边是能转的就玩法就这么个玩法，很幼稚，但对我这个年龄的男孩来说刚刚好我就好这一口兄弟。好，那这个玩法上也说过了，配件的问题也都讲过了，接下来就从哪开始讲呢？还是继续看造型吧。我觉得这个造型要讲的太多了，也算是玩法吧。脑袋这里是一个联动，也不说联动是一个玩法，就是面罩，很漂亮，有透光这个透光性极强，就航空面罩一样，航空眼罩一样的东西，头盔，然后嘴这里呢就是那种飞行员的面罩，特别刚乍一看挺丑的，
但是当你跟我一样接受它是戴了一个呼吸面罩之后，就开始畅想它这个面罩下面这个脸长什么逼样的，然后再把这个眼罩遮下来的对个光，看起来阴狠至极。他好像是个狂派是吧？哎，你的派系标志滚去哪儿去了？我记得他是个狂派来的，等一下看吧，变完形再说。我没找着，好久没玩了啊。除去这个玩法之外呢，胸口这里这个造型就不说了，离近一点大家自己看吧。它这个起落架扣在这个胸口上面的，也挺刁钻的，哎，整体的这个材质都带点磨砂的，手感好的离谱。那下半身的话，玩法还有什么玩法？没什么玩法，这造型就这个模具其实就是造型挺奇葩的，然后加上质量好啊，那直接看可动吧。这背包这里看一下，它是有一个喷气的啊，驾驶舱在这里扣的，这有一个喷气的地方。是不是5毫米？我要鉴定一下。如果是5毫米，可以插点东西。是5毫米，有点松，倒是可以插特效键。哇，没想到回旋镖现在飞上来了，看起来还挺奇葩的，确实帅啊，确实帅，痞帅的啊，不丑帅的说是。好，可动性方面，脑袋转一转没毛病啊，关节还是挺紧实的，紧到我转一转这边就已经出裂纹了，不是裂纹，就合缝都已经出来了，没绷住。别的可动就没了，脑袋就只能转一转。肩膀部分平抬到这里，被这个肩胛挡住了一部分。这肩胛的造型是可以调整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抬得稍微高一点，当然也只是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。然后都有一些细节刻画，哎呀，这个有的时候玩那种老电影线玩具啊，尤其这种细节刻画跟得上的，就很满足，你知道，哪怕它可动不太行，造型也谈不上说跟他大哥一样帅的啊，不要的，就是觉得挺不赖的。那曲肘幅度还可以啊，超过90度了，够用了。这边的话，变形原因也有一段这个可动啊，我挺喜欢。然后而且还不影响你曲肘，你把这个螺旋桨当武器也不影响曲肘，这就挺好的。手腕的话，手的造型刻画还行啊，像戴了个手套一样的圆不拉几的。然后只有一个这样的可动，聊胜于无。下半身的话，盗版我不知道正版有没有这个通病啊。盗版的通病就是这个裆特别容易开，你不能说它扣不紧，但它确实特别容易开。有不对称的管线细节刻画啊，以前没注意，后来玩的时候才发现，你这个管线刻画还是不对称的啊，在这个心目中的得分又加了上去。这边的裙甲挑起来之后，前踢可以踢到这儿，后踢的话折一下能踢挺高的。侧踢是齿轮啊，而且是非常好听的齿轮，估计是弹簧齿轮啊，声音特别的悦耳，清脆悦耳，应该是弹簧齿轮，没拆开不知道。然后屈膝标准，但是因为这个造型原因，他这个小腿太短了，大腿太短，小腿太长了，所以这个屈膝有没有不重要，平常玩的时候就是叉开腿往那一摆，剩下就是掰上半身了。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个样子货，尤其是载具漂亮的不行。然后那个大腿旋转没毛病，脚这里的可动还不赖，几乎是全脚掌接地了。向前有一点，向后的话幅度就会稍微大一点吗？你向后的接地呢？我怎么记得你向后有接地啊？坏了，你掰不动了啊！向后有接地，特别的紧，太阳间不玩了。向后有接地，然后我操，哥们儿掰不动啊！然后这个左右呢，这都可以转的，所以这个玩意儿其实是一个全脚掌接地。然后这个脚尖的话，也是因为变形原因啊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。你站的时候是吧，往前站啊，这个接地什么的都可以自己调的，就挺好的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有腰转就更好了。你大强老师永远是腰转可动性的狂热痴迷玩家，说是。那来吧，接下来就展示一下这款09俯冲的变形设计啊，挺好玩，挺有意思的。只不过它变的那个飞机在现实中只有类似的啊，只能说也是个魔改玩意啊，也是个魔改玩意。那变形，我想想这玩意怎么变来的，我操，好像就没玩了。第一步呢，我们要把这里往上推啊，是狂派，找到这个派系标志了，银色的啊，闪闪发光的，挺有那种感觉的啊。把这个机头往上推上去之后，确认一下没有变错啊，没有变错就可以把它给它扣紧了啊，扣紧。我坏了，好像真有点问题，研究啊，他说哪里玩错了，没毛病，没搞错，家人们。没搞错，那就扣呗，把它往上提啊，两个零件往上提，好，这里往里塞，机头扣紧，好，这边就变完了。然后下来是机翼的部分，就很简单的变形，就直接把它顺势的往外折，然后把这里是这个螺旋桨给它张开啊，螺旋桨上面也是有一点细节刻画，同时这个磨砂特别的有质感。OK， 然后把这里给它折上，
折上完之后，这里的话就可以正常变了，就是这个驾驶舱这个部分，背包啊，人形的这个背包，给它往里折啊，非常有这种历史气息的这个鲨鱼的头雕。对，鲨鱼的脑袋。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说这他妈到底是个啥，我甚至还在想哪边是头来着，因为我老把这个东西看成鼻孔，你知道吧？后来搞清楚了，哦，这是飞机的细节啊，这个鲨鱼脑袋朝前，那这个驾驶舱的座位角度还挺奇葩的。除去这个问题之外呢，我们继续变，把这里一个折开啊，折开往上提，就往上硬塞就完事了。塞上去之后呢，这个机翼朝前，就这样往上扣，好，扣进去，搞定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，把它往上顶，把它扣上去，好，放平。然后之后这一边的话是把这个小腿后面的这个板件给它往上塞，往上带。它这里是有一个倒钩的，我们只要把这个倒钩给它，什么逼动静？没坏吧？我操，没坏，卡扣上了，好 OK， 好折上了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，把腿放直，然后把这玩意儿折上来，把它往上一扣一塞啊，起到一个扣合的作用。OK， 好，扣上了。最后就很简单了，这个飞机就已经出行了，很漂亮的这一个魔改的，也不知道1战还是2战的飞机。那这边的话就把这个脚给它折一下，折上来之后想想是怎么变啊？是这样的。这个带狂派标志的，把它朝上啊，朝上方，然后这里放直之后，把这个零件给它折平，放成这个样子。这是个尾翼，而且是一个造型说不清楚，挺诡异的这么一个尾翼。那这个脚后跟怎么这么紧？我感觉好长时间不玩，哪天掰断了我都不意外啊。不过这玩意儿材质确实好，哪怕我手里的是 KO， 材质也是非常优秀到我都能拿出来说的水平啊！最后一步就是把这里扣上啊，扣上。它在下面变形完之后，甚至还有发动机的刻画，总而言之挺帅的。当然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个类似发动机的刻画会在机头下面，谁知道这设计师怎么想的，帅得很。好 ，OK， 兄弟们，今天这一款09的亚洲限定俯冲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，不对，好少变一步什么呢？后起落架没翻出来。好，前起落架、后起落架都翻出来啊，放到这儿。哇，这真不开玩笑，兄弟，这载具啊，超级摆件，相当帅气。上面还有点涂装，这个 DC 不知道啥意思，然后狂派标志啊，有一些这边应该是机枪吧，如果没记错，这种东西这种口应该是机枪的口。然后这下面这看起来也像是那种机枪的口，但是为什么长在机翼下面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另外就是这个配件也挺搞笑的，因为我是正版的配件没找着嘛，但是正版的机枪也是插在这里的。就我的螺旋桨一边在转，我的机枪一边在射，那我把我自己螺旋桨打爆了，我不就掉下来了？我好像记得这个吐槽，当年我是看哪个视频，那个 UP 主也说过类似的这个观点，反正挺抽象的这种玩意儿。我宁愿它没有那个机枪啊，反正也不影响这个造型，确实很漂亮啊，很漂亮。这边两个这个发动机在这儿，还能转一转，玩法还挺爽的。好 ，OK， 就这么个玩意儿。那行吧，兄弟们啊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之前还没注意啊，这小子的驾驶舱里面的刻画还挺细致的，仪表盘、座位啥的，比现在的玩具强不少，确实是个好东西。但还是那句话，兄弟们，如果你对这个模具它感兴趣的话，请记住啊，千万不要买我视频里的这个配色，要买就去买那个海龙啊，我是不能接受啊，就大杨老师是绝对不能接受啊。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们脑袋一热，跑去花正版价钱买盗版，亏炸了这个事情，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这比我捡到漏还这比我捡不到漏还难受。那 OK， 兄弟们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！喜欢的观众朋友们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